美国停止打压中国的前提，放弃发展高科技，承认美国是世界的老大，一副强盗嘴脸，我们不必理会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中美关系最近因气球事件而严重恶化，再加上美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搞挑衅活动，发动对华芯片战争，造谣中国要军援俄罗斯等等，让外界对中美发生新冷战的担心进一步加剧。美国的外交当前面临着两大挑战，一边在欧洲通过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来消耗俄罗斯，一边要花更大的精力对付中国。美国最近对中国的疯狂挑衅和敌视，让很多判断俄乌冲突可以分担中国战略压力的人感到失望。其实，美国对付中国与对付俄罗斯的办法完全不同。俄罗斯军队的衰弱，让美国看到了机会，花点小钱拉着乌克兰国家援助乌克兰军队就够了。而要对付中国，这需要通过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综合手段，且必须联合盟友才可以做到。美国与中国的竞争，并非要直接打一仗，而是在几乎所有的关键领域展开竞争。中美之间的矛盾，在美国人眼中几乎是不可调和的。美国当前主要通过乌克兰战争来延续美国的军事霸权，在更长远的未来，则需要通过与中国的竞争来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。而当今的世界，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和条件挑战美国的地位。那么，白宫和五角大楼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的？其实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最近的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中方必须接受美方是亚洲的领导者，美方并不寻求与中方对抗，但美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导地位需要得到承认。他所说的某些领域，其实就是美国的金融霸权、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中国要想避免被美国打压，就得服从美国的全球产业链布局，不能发展以芯片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。中国综合国力不能超过美国，中国的军队实力不能超过美军，中国必须认可美元霸权等等。当前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策略是先保持住高科技霸权，也就是对中国发动芯片战争。美国外交杂志就认为，美国威胁并且事实上已经对中国发起了新冷战。华盛顿要求中国放弃发展高科技，因为先进半导体产业是高科技行业的基础，而美国主导芯片的结果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经济优势，进而维持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。在美国看来，中美芯片战争是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最主要变量。这里有几点我们必须清楚。首先，在美国人看来，保住科技霸权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最后机会，否则美国要想维持综合国力、军事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越来越困难，因为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 GDP 在未来几年内超过美国，而目前解放军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超过了美军。因此，美国只有在芯片领域打压中国，才能取得所需的效果。毕竟这里面有很多的专利是美国人发明的，限制转让生产技术就能延缓中国芯片产业的进步，而芯片又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超级计算机，甚至是武器装备的发展。美国最终想通过延缓中国制造业走向高端的步伐，来维系其科技竞争力。第二，美国不愿意接受一个多极世界，想要继续维持一个单极世界，并且要中国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。到底是联合国说了算，还是美国人说了算？这对于中美而言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场竞争将持续很多年，最后只要中国不服从、不承认美国的领导，美国还会利用军事安全战略，通过制造危机来对付中国。在美国发动芯片战争的同时，不会放过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机会，也不会放弃利用乌克兰危机来抹黑中国，而且呢，还可能在南海地区挑起冲突。这些都是中国需要认真对付的，绝不能让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掌握主动权。总体而言，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的是芯片战争。从本质上看，就是美国想要维系一个单极世界，中国不管怎么做，只
只要不听从美国的安排，不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，不放弃发展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，美国就会继续遏制中国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放弃幻想，准备斗争，努力办好自己的事儿，在关键问题上掌握主动权，因为时间在中国一边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